Hello，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火男的一个服装符文搭配，然后他的一个兑现情况。火男的话，说实话，这英雄并不适合推荐大家去玩，感觉这版本并没有说特别强。而且它优势就只能说利用 W 和 E 技能是吧，远程消耗。只要手比较火男长的那种英雄啊，你基本上火男就很难受了。前期，而且他带这套符文的话，他的兑现能力其实是比较差的，只能说打后期，然后利用这个装备的效果啊，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屌。其实，在抖音呢有一个博主，有一个主播吧，叫做贺云的主播，他就是很搞笑的。他就是怎么说呢？能给大家带来那种情绪效果，你知道吧？他并不是说玩的多强多厉害，但他的那个效果，节目效果非常到位，所以导致很多人都会喜欢看他，而且流量不低。但是然后像那些国一啊，各种国一的那种，就是很顶尖的高手啊，绝活哥啊，就挺羡慕他的流量的。但也会就是因为这样子哈，然后他的那个直播间啊，就是那种黑粉也特别的多，特别是他那个粉丝骂的特别的脏。在我这边骂我的，是吧？我有一些会听进去，有一些就存在骂他玩的不好，或者说就说这些绝活哥玩的不好怎样子。你要是指出问题来，我觉得是 OK 的。如果你单纯的只是说骂他说啊，这玩的都垃圾啊，那人家总有状态不好和好的时候，对不对？我可能只是录到他状态没那么好的时候，然后打的一般，但是在整局下来啊，是吧？只是说给大家看个实况，这种东西是没办法的。你也不能说你把都 carry 吧，你把都 MVP 吧，你把状态都很屌吧，那你可以去当职业选手了，真的，你没必要来看我的视频。这一波，想去捡个人头，直接大招弹两下，这凯隐好难杀呀！不是凯隐，是那个凯隐已经弹死了。这边的话把小火龙也收掉了，很舒服。起码这波闪现加大招是吧？杀了2个。起码拿这2个人头，整体经济上没那么亏啊。这局整体来说打的还蛮久的，火男的英雄没办法呀，他们并不强，这英雄真的不强。这个时间段他就只能去吃线，吃完线然后呢，看看打野能不能起节奏啊。如果这边打起架来的话啊，大招丢出去了，但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大招，别人把大招给带走了，所以这波大招没什么伤害。这火男就很难受的一个点就是这样子但这里面一个预判 Q 预判的很到位啊。还有个点最近不要去，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人在玩虚拟货币的话，不要去追高。突然就变财经博主了。因为他最近就是在那里
在那里怎么说呢？如果你已经在之前抄了底，你可以稍微出一点点小仓位，但不要去追高。我觉得它很可能只是诱惑你，不可能说因为川普一句话就猛猛的涨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是不对劲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会碰那玩意吧，也有可能认为它就是一个诈骗庞氏骗局，但资产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放在以前古代吧，或者说更早的时候，实物它就是金钱的一种，因为它那时候以物易物嘛，那时候能拿来兑换的。只不过现在是有这种法币是吧，作为一个兑换的一个锚定。那资产的话更别提了。如果当年黄金没有说就是说法币不跟黄金挂钩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房地产什么事情。其实玩房地产的也就是当年那帮手上有一堆黄金的人。好，偏题了，突然就聊了这么一句。整体下来，团战的话也没有说特别亮眼的点，就主要还是就是在旁边骚扰一下，给技能，就属于那种丢丢怪。你说他是那种核心系位，其实不是很理想，但他伤害也不低啊。主要是他那个技能命中以后的那个收益效果太多了，特别搭配装备。说实话，其实我也挺感谢大家。说实话，虽然说我也有黑粉嘛，就是觉得我这边说的很捞很拉，然后也有那种解说不像那种真正的那种硬核解说，知道吧？就是什么东西都讲的特别到位，把所有的细节都讲到你脑子里面那种或者说把一个英雄的细节所有的讲到极致，我没有这样子的那种能力吧，但也是有一群吧，应该不多，但有一小撮忠实的粉丝愿意去看我的视频，甚至看我的视频下饭，其实我挺感谢你。然后我也觉得我应该就是走这条路子的人，就是偏陪伴型的。因为这游戏首先一个点，它本来就是有点问题，它现在整体的环境那些，那倒不如是吧，陪伴大家，说不定它未来会变好，我们就互相在这种垃圾时间里面，像游戏嘛，也有高潮的时候。也有低谷的时候，或许这就是它的低谷。我们在低谷的时候负重前行，说不定这游戏好玩以后，是吧？环境变好以后，有可能，或者说它整个游戏的环境，就是整个游戏的体系都变了，也有可能。其实火男这个英雄现在整体来说为什么我前面会聊这么多？因为确实这个英雄没什么看点。然后这火男无论是你别说打野位以前是有火男打野这么个玩意的，现在是没有了特别是端游好像以前有过吧，手游也有过火男打野这么个东西，但在这个版本。火男就是下水道，我就这么跟你们讲，火男就是下水道。他无论是在中单位还是射手那个辅助位，他都是下水道。
你看，要么他就蓝量特别啊，血量低，要么就是蓝量耗的差不多了，那就没什么输出能力了。这要不是这个主播吧，他一直勤勤恳恳的在那直播，我可能都不会录他第2次。这赛季我已经录了他第2次还是第3次了，因为他播的很勤快，所以我就有多录一下。有一些博主真的是他们打2把他就下播了，他们有个点啊，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很多博主是这样子的。他们也不是说为了要这个游戏环境怎样，他们其实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生活，因为他们要打单子，然后打这种所谓的代练嘛。代练的话，它的收益是比这个直播啊，或者说怎么去做陪玩的话，应该是还是最赚的。然后代练是第2，对吧？陪玩的话，直播陪玩呢肯定不赚钱，因为它是收礼物陪玩，而不是说直接去线下，比如说我加你的私信方式，然后去给钱，然后直接下单嘛。或者说你要通过平台，或者说直播送礼物，然后再带你的话，这种肯定要扣掉中间的手续费，对不对？所以它是没那么赚钱的。这边石头人直接大上来送了，然后蝎子直接卡2个，大招直接砸满了，这波伤害很舒服。盖伦一直带线，你看正面这样子打都快打不过，而蝎子没输出的 ，AD 也不过来，那这条龙其实打不了了，这血量已经太低了。然后，就他们不会说啊，为了游戏环境，反倒是我们这种，可能是喜欢玩的游戏。最开始我我是在 B 站先做频道的嘛，然后最开始我只是单纯的转发，让大家让新手去玩。其次后来觉得 B 站收益太低嘛，要不就直接在油管上也发一发。然后就慢慢的做了一个，然后现在我是养成了习惯，就这个时间的话，只要设备不是太，就是我现在是笔记本的话，就设备比较差，然后导出啊、要剪辑啊那些，就时间比较久。如果我在自己在外面的租的房子的那个，然后没有用笔记本的话，用台式机的话，设备比较好。这边混战的话也是没有太多画面，大招丢出去以后就只能在旁边当丢怪嘛。主要还是看吃队友，如果队友不行，火男真的好难赢。这边好像跑得好快啊。然后就整体来说，当你比如说做视频，就是说讲解啊或者什么的，进入到一种肌肉记忆以后啊，其实你的就熟练程度就会非常快，然后制作的难度啊，相对于一开始来说是快很多的。而且我现在讲话的话，跟之前比的话，除了我不是很专心的在那里，有时候摸鱼，对吧？就还好。其实讲的废话有点多，但聊聊天嘛，像这种局就聊聊天，给大家看看下水道英雄怎么打。他这局下来 MVP 都没有，确实差点被对面秒了，还好有那个相位啊。现在好多中单英雄都会选择带相位，因为容错高，有 CD 有移速加成，容错高。特别是高分段，你不带，
好难活啊！我说实话，我玩了以后好难活，对面会切你的那种，你根本就拉不开身位。我第二套技能，你就是站在原地，要么有位移，比如有闪现有疾跑还好说，没有的话你就原地等死，几乎都是。这疾跑大部分时间啊，都有可能是拿来赶路啊，或者干嘛用的。闪现拿来保命用。然后就说回前面吧，就其实有点为爱发电，收益并不是很高。其实我跟你们讲一下啊，就是你们如果有人想要做油管的话，特别是要尽快去做，因为到了27年的2月份开始，它就会那个门槛变高嘛。其次，如果你要全职的话，不要选游戏赛道、娱乐游戏赛道，因为这两个赛道娱乐项啊，比如说泛娱乐啊，或者说这些，它的收益，除非你有一套变现模式啊，比如说会员的那个充打赏啊什么的，因为我是一直在就是那种没有说要会员啊什么的，我都是直接免费给大家看，所以收益的话，每1000次播放其实不会很难超过3美元，你懂了吧？它最多就是2美元到3美元之间，超过3美元就已经是在就是这个板块里面很牛逼的那种人物了。所以整体的收益顶多就是一个零花钱，不能作为一个主业。但如果说你是金融啊，或者说带货啊，或者说一些那这一块或者讲时政的，就中文圈的话，好像说大部分讲时政的会比较多啊，就是拿一个像蛋小黄啊、上海刀哥啊他们那种，就拿一个话题，然后或者说在旁边放一个，像蛋小黄他就是把这块做到极致了，就是拿别人的视频，然后做反应、做评价、做论点这样的一个形式，但他关键耗能火的情况下，也是关于他老婆。然后像什么所谓的那个上海刀锅梅大师的话啊，他们就是偏向有这块也是有时政的，然后有那种就是也有那种金融那一块，上海刀哥有金融那一块的吧，不过他那个是要收费的，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变现的。人到了中年嘛，有家庭了，那赚钱不寒碜，这个大家都要去理解，特别是有家庭有小孩的那种。如果你像我们这种年轻人，还是单身一个人，又没有女朋友，对不对？那可能就是说没有太多，而且家里面有父母作为一个支撑，就是不太需要去顾家里面的话，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油管。但如果没有的话，不太建议你们去这么去做油管。比如说你们家里面家庭有需要你去作为一个支撑点，或者说就是说你是到了一定年纪，然后有家庭了，有小孩了，你还是要在现实中去卖自己的时间换金钱，或者说卖你的技能，比如说你的比如说某方面的技能啊，去生活。虽然说工作不好找，但还是要负重前行。收益的话，真的油管并不高，但我不确定在7月2号以后，27年的2月份以后，收益是会提升呢，还是会怎样呢？反正大家应该是有看到一些，比如说想要做油管的话，肯定会刷到一些这方面介绍的博主，我就不去多说了。这个流量说话看我视频的，应该想做油管的不多吧？因为我在我的粉丝里面，我在后台看到一些公开的话，不隐身的话啊，其实没有多少是做油管的。或者说以前有做过油管，但后来都是
停止了的，所以我应该想的应该也没有，只不过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去做这方面的东西，一定要慎重考虑好。那这边的话，聊着聊着，团战也要进入到尾声了，没人点塔嘛。他这个混伤害啊，就是你这个英雄混伤害混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把它当做一个核心 C 位去打，这版本绝对不行。因为你看之前的版本就是秒秒秒嘛，那火男自然而然，它虽然不是下水道，但是它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它关键时刻，比如说他闪现进场，把大招丢出去，然后在4、5个人里面弹来弹去，然后后续的 QWE 啊 WEQ 啊这一套技能，然后打个控制啊，打个小爆发啊，然后再利用被动打更多的爆发。这里的话，队友已经拖得很久了，这边的话准备要把大招丢出去吗？丢出去了，但弹的没什么用。你看没有？就很容易拉开，而且在这个版本也没有之前那么容易秒人，你知道吧？所以他的大招收益已经差到非常非常离谱了。他现在的就是 WEQ 的那个这个被动伤害，还有他那个 W 和 Q 技能的那个伤害啊，爆发伤害比较高，知道吧？你看我说，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就是说是选择玩瑞兹，还有兔子、阿罗拉，或者说稍微有点难度的卡萨丁啊，或者说吸血鬼这种，到后期容易赢，前期的话需要兜底。但龙王的话就你这个不推荐大家去练，但如果你们玩到觉得这个英雄适合自己，比如说你一上手这个英雄的手感，你适应得过来，那你就去玩龙王。龙王也是不弱的，后期兜底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就说回来，他的输出位置需要找，他没有，一旦输出位置不好的话，他就很难打出输出。啊，这边的话，这局小兵是个 MVP 啊，小兵把水清给推掉了。那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后面的话还有一局，说实话也是平平无奇啊。你们如果喜欢看，可以接着往下看。